大家好，很高兴你们又来了。今天我特别想欢迎一些失踪很久的老朋友。你以前认真学过中文，可后来工作忙了，生活里的事情多了，中文就被放到了一边。但是今天你又点开了一个中文视频，看来你还没有真的离开。最近你可能又想起他，但是你有一点不敢回来，你怕自己忘了很多，也怕以前能听懂的视频，现在听不懂了。如果我说的就是你，那今天我想先告诉你一件事，这里没有人要问你为什么离开，也没有人要检查你还记得多少，我们只是很高兴你今天又回来了。也许你的手机里还留着一些很久以前的东西，几张上课时拍下来的照片，一份没有做完的练习，或者一段你自己都忘记了的录音。有一天，你的手机提醒你，空间不够了。你开始删除旧照片，没有用的文件，还有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载的视频。你一边删一边想，这个不要了，这个也没有用了。然后你看到一个录音文件，它的名字很简单，可能就叫中文练习。录音的时间是2-3年前，你已经完全不记得里面是什么。于是你点了一下，几秒钟以后，手机里传出一个有点小、有点紧张的声音。大家好，我学习中文已经6个月了。今天我想说一说我的一天。你听了2句，忍不住笑了。那个声音是你的，可是听起来又有一点陌生。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慢，2个词中间停了很久，有一个声调明显说错了，你还马上停下来，又认真说了一遍。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，甚至想立刻关掉。以前的自己怎么说得这么慢？为什么一句简单的话也要想那么久？你的手已经放在了删除按钮上，可是录音还在继续。手机里的你说，我觉得中文很难，但是我很喜欢。我希望以后可以听懂中文电影，也可以和中国朋友聊天。说完以后，录音里安静了几秒，然后你听见以前的自己轻轻笑了一下，好像终于完成了一件很难的事。这一次，你没有按下删除，你坐在那里，把整段录音听完了。它只有3分钟，内容也很普通。你说早上几点起床，坐什么车去上班，中午吃了什么，晚上准备做什么。现在看起来，这些句子都不复杂。可你知道，那时候的你为了录好这3分钟，可能准备了很久。你先把想说的话写下来，查了几个不会的词，又读了很多遍。开始录音以后，你说错一句就停下来，从前面重新开始。桌上可能放着笔记本，屏幕上还开着词典。录完的时候，已经比你计划的时间晚了很多。当时的你没有觉得这3分钟太短，你只是很开心，因为第一次可以用中文说完一件自己的事。你退出这段录音，才发现旁边还有几个相似的文件：周末计划、介绍我的家、今天下雨了。名字都很简单，时间也不长，他们有的只录了1分钟，有的录到一半就停了。还有一个文件只有10几秒，里面的你说错了开头，笑了一声，然后说，不行，再来一次。
你没有把这些录音全部听完，只是看着他们的日期，星期一、星期四，下一个星期二。原来有一段时间，你真的常常练习。那时你可能没有在日历上画很多记号，也没有告诉别人自己有多努力。你只是在有空的时候拿起手机，说几句刚学会的中文。有一段录音的后面，还有公交车开门的声音，你马上想起，那是以前上班时常坐的一辆车。你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，路上经过一家面包店、一所学校和一条很堵的路。车开得不快，你就在那段时间里小声练中文。录音里的内容是：我现在在车上，外面下雨了，今天工作很多，但是晚上我要上中文课。这些话没有漂亮的故事，可他们把那一天留下来了。几年以后，你已经不坐那辆车，也不在原来的地方上班，那家面包店可能换了名字，中文课也早就结束了。可你一按播放，那天下雨的声音，车门打开的声音，还有你准备去上课的心情都回来了。你以前以为自己只是在练习句子，现在才发现你也用中文记下了一小部分生活。那时的你学会下雨，就用它说当天的天气；学会很忙，就用它说自己的工作；学会希望，就把还没有做到的愿望说出来。中文还不够好的时候，你能用的词很少，也正因为词少，你必须想清楚今天最想说的是什么。3分钟里放不下所有事情，你只留下最重要的那一句。现在再听，你会发现那些简单的话很诚实，他们没有为了考试写得很长，也没有为了让别人觉得你厉害，他们只是你的生活。第一次换了一种声音，被你说了出来。听着那段录音，你也想起了后来发生的事情。那段时间，你真的很喜欢学中文。你会在路上看中文视频，会把喜欢的句子写下来，也会在洗澡的时候练习声调。看到一个认识的汉字，你会有一点开心。听懂视频里的一句话，你可能会再听一次，只为了确认自己真的听懂了。后来，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也许你换了工作，回家的时间变晚了，也许家里有人需要你照顾，也许你开始准备另一场考试，必须先完成更着急的事情。也可能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大的事，只是每天都有新的小事来到你面前。你没有正式决定离开中文，你只是少听了一次，少打开了一次，少写了一页。等你再次想起它的时候，已经过了几个月。这时，回来变得有点困难。让你不敢回来的可能不是中文有多难，你不太想看见现在的自己，你担心以前记住的字已经忘了，担心一段旧视频也听不懂，你还会想到那些一直在学习的人，他们已经看完新的课程，通过了新的考试，或者可以自然地说很长的话，而你好像停在了原来的地方。所以每次中文再次出现在面前，你心里都会有2种声音。一个声音说，我还是想学，另一个声音马上问，停了这么久，还学得回来吗？第二个声音常常更大，可是那段旧录音让你看到了一件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。录音里的你
并没有比现在更有天分，那个你也会忘记，也会说错，也需要查很多词，甚至连我的一天都说得断断续续。可那个声音里没有你现在这么多担心。说错以后，他停一下，再说一次。想不起一个词，他就换一个简单的说法。你听见的不是一个中文很好的人，你听见的是一个愿意试试的人。也许你一直想念的，就是这个愿意试试的自己。你想念的不一定是以前背过的单词，也不一定是那本写满汉字的笔记。你想念的是那时候的自己，你会因为学会一句新话而高兴，会对一种陌生的声音感到好奇，也愿意花一个晚上，只为了把3分钟的话说完。成年人的生活里，有很多事情必须做好，工作不能总是出错，家里的问题需要处理，别人也在等你的回答。时间久了，我们很容易只去做那些马上有结果的事。学中文却不是这样，你今天学会一个词，可能过几天又忘了，你听了很久，也不一定马上能和别人聊天。他没有每天告诉你，努力会换来什么，可你还是曾经喜欢过他。这种喜欢很珍贵，它说明在工作、责任和各种安排之外，你还有一点时间，愿意拿来认识自己不知道的东西。你愿意当一个初学者，愿意承认我不会，也愿意为了听懂一句话，再听一遍。中文留给你的变化，可能就在这些普通的动作里。你开始知道，听不明白的时候，可以先问。你也发现，一句话没有说好，还可以再说一次。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汉字，你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看了看它的样子，听了听它的声音。这些经验不会因为你停学几个月就消失，它们已经进入了你处理事情的方式里。也许现在的你更愿意承认自己不知道，也更能理解别人说话不清楚时的紧张。你知道，一个人说得慢，不代表他没有想法，一句话很简单，也可能准备了很久。这些都是学中文时留下来的东西。以前你只看见自己记住了多少词，很少注意到自己看待错误、时间和进步的方式也变了。那段旧录音把这些变化放回了你面前。你又听了一遍，这一次，你没有只注意错误，你听见自己认真读完每一句，也听见说错以后那一点小小的笑声。你忽然不再觉得那个声音很可笑了，你甚至有一点喜欢它。因为那是一个还不知道以后会多忙，也不知道自己会停下来的人，他只知道今天想用中文说3分钟，所以他准备好了，然后按下了录音。如果你现在回来，不需要假装中间的时间没有发生。过去的几年里，你可能换了工作，搬了家，照顾过家人，也经历过一些没有告诉别人的事情。今天的你已经和录音里的那个人不同，你忘了一些中文，也多了一些以前没有的生活。这些生活不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差的学习者。当你重新开口时，你会有新的事情可以说。以前你只会介绍学校和爱好，现在你可以说一次工作的变化，一顿和家人吃的晚饭，或者某个让你重新思考自己的晚上。你缺少的可能只是一些词，
你想说的内容反而比以前更多了。想到这里，你打开手机的录音，屏幕上出现一个红色的按钮，你看着它，还是有一点犹豫。窗外可能有车经过，桌上还放着没有收好的东西。现在不是一个特别适合学习的时刻，你也没有回到从前那辆公交车上。今天的生活有今天的声音。你忽然觉得这样也很好，旧录音不需要重新拍一次，今天也不用假装成几年前，你可以从现在所在的地方继续说。要说什么呢？需要先复习吗？发音会不会比以前更差？最后，你没有准备很长的内容，你只是按下按钮，说：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我以前学过中文，后来停了一段时间。今天我又开始说中文了。说完这句话，你停住了。你发现自己的声音还是有一点紧张，有一个词说得不太清楚，句子也没有以前准备的那么整齐，但是你没有重新录。你接着说，今天整理了手机，听到以前的录音。你说自己听完以后有一点想笑，也有一点感动，中间有几个词不会，你就停下来想一想，实在想不到，就用更简单的话继续。这段新录音也只有几分钟，它没有证明你的中文已经恢复了，也没有保证你以后每天都会学习。录音结束时，你的水平可能和开始前没有多少不同，但手机里现在有了2个声音。一个声音来自几年前，说：我希望以后可以听懂中文电影。另一个声音来自今天，说：我又开始说中文了。他们中间空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那段空白里有工作，有家人，有疲惫，也有你必须先去处理的生活。你不需要删除这段空白，也不用为它写一份解释。现在，这2个声音终于接在了一起。所以，如果你也很久没有学中文，不要先计算自己忘了多少。你今天能看到这里，说明中文还没有完全从你的生活里离开。你还会点开一个中文标题，还愿意听一个人说中文，也还在想自己能不能回来。这个念头已经等了你很久。你不需要先通过一次考试才算回来，也不需要把旧课全部补完才可以看新的内容。回来可以很普通。你听完今天这期视频，重新写一次自己的中文名字，或者像刚才那样说一句：好久不见，我又回来了。也许第一句话说的没有以前好，没有关系。这段录音保存的是今天这个时刻，不是一张成绩单。学中文会让你变成怎样的人？我现在有了一个答案。它会让你知道，一个人停下来以后还可以回来，忘记以后还可以再认识一次。以前的努力没有要求你永远不能离开，它只是让今天的你回来时，还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可以回应。所以，那段旧录音先不要删掉。等这期视频结束以后，你也可以找一找以前留下的中文，可能是一页笔记，一段语音，或者一句你曾经很喜欢的话。看一看那时的你在学什么，也听一听那时的你想去哪里。然后用今天的声音接着说一句：快回来学中文吧。这里不会问你离开了多久，
我们只是听见你再次开口，然后对你说：“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吧。”